大家好，我是晴。今天这期我们直接来讲一个最基本但也是最重要的问题：为什么要投资？很多人一听到投资，第一反应就是我没有很多钱，我不懂股票，我怕赔，我现在先把钱存着就好了吧。这些想法很正常，但问题是，你以为你把钱放着不动是最安全的做法，其实很多时候你什么都不做，反而才是在慢慢赔钱。原因就是今天这期的关键词：通膨。先讲一个你一定有感觉的事，还记得小时候校门口的那块鸡排吗？差不多15年前，一块鸡排是35块，同样那块鸡排今天去买，差不多要90块，有些店家还卖到100块。鸡排还是那块鸡排，一样的鸡胸肉，一样的面衣，一样油炸个3分钟，但是同样一块鸡排，你现在要付出将近3倍的钱才能换到。不止鸡排，便当从60涨到100，珍奶从35涨到70，一杯咖啡从45涨到75，连夜市套圈圈现在都涨价了。你的钱变少了吗？没有，钱还是那些钱，是钱买得到的东西变少了。这就是通货膨胀，通膨。如果用一句话讲白，同样一笔钱能买到的东西每年都越来越少。那通膨每年到底有多严重？主计总处每年都会公布一个数字，叫做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，英文缩写 CPI， 简单讲就是你日常买的所有东西今年比去年平均贵了几%。台湾这几年的通膨大概落在2%到3%之间。你可能会想，2%、3%而已啊，没差多少吗？错，我们算一笔给你看，你就会冒汗。假设你今天有100万，现金放在保险箱里，完全不动它。假设未来通膨每年稳定3%，10年后这100万能买到的东西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？答案是74万。你1毛都没花，可是它的购买力少了26万。20年后呢？只剩下相当于今天的55万。30年后，只剩41万。你的100万，数字上还是100万，但它能买到的东西直接腰斩。这就是为什么老一辈常说钱放着放着就不见了，没有人偷你的钱，是通膨在偷你钱的购买力。这时候你可能会说，等等，我的钱不是放保险箱啊，我有存银行，银行会给我利息啊。好问题，我们来算算，台湾现在活存利率差不多0.6%，定存好一点，差不多1.5%到1.7%，通膨多少？2%到3%。你发现了吗？你存银行赚到的利息根本追不上通膨。换句话说，你以为你在存钱，其实你是在一年一年慢慢的赔钱，只是你感觉不到，因为账户上的数字确实有变多，但你能买到的东西每年都在实质缩水。这边我跟你补充一个术语，叫做实质报酬率，意思是你账户数字的成长率，这个叫名目报酬率，扣掉通膨率才是你真正赚到的钱。我们套进去算一下，存银行定存的实质报酬率等于1.5%减3%等于负1.5%，是负的。你的钱躺在银行里看起来安全，其实每年偷偷亏1.5%。存30年，这个1.5%的小漏洞会把你的退休金啃掉一大块。所以投资到底在做什么？很多人以为投资是为了赚大钱、发财、提早退休，但对99%的普通人来说，投资真正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，让你的钱成长速度至少要跟得上通膨。听起来很卑微，对不对？但这就是现实。如果通膨每年3%，你的钱成长速度也要至少3%，你才算没有变穷。如果你能做到一年5%、6%、7%，你才算真的有变有钱。而要做到这件事，银行定存做不到，保险箱做不到，红包袋藏床底更做不到。你必须让你的钱自己去做工作，把钱交给能让它生长的工具，股票、ETF、债券、基金、REITs 这些就叫做投资工具。每一种工具都有不同的风险，不同的报酬，也有不同的学习门槛。但这些工具是什么？
怎么挑，怎么用，别担心，我们之后的影片会一期一期讲清楚，从零教到你听懂为止。今天你只要先记住一件事，不投资不是保守，是慢性失血。最后帮大家把今天这期收成3句最重要的话。第一句，投资最根本的目的不是暴富，而是保值。第二句，通膨不是东西忽然变贵，而是你的钱慢慢变薄。第三句，不投资不代表没有风险，你只是正在承受通膨的风险。所以如果你今天问，那我到底为什么要开始学投资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你不一定要立刻变有钱，但你至少不能让自己的钱毫无抵抗地变不值钱。如果这期有帮你把事情看明白，记得点赞加订阅，我们下期继续把投资讲人话，把市场看明白。我是晴，这里是投资晴姐，我们下期见 ，See it clear。